嗨，大家好，我是教徒。這次我要開箱的是 AMD 的 9700X。那真的很抱歉讓大家久等了。其實這顆 CPU 是我去年買的，原本想說過年做個開箱，給大家做主新電腦的參考。能拖到現在，我也覺得我蠻厲害的。那現在確實不是一個組電腦的好時機，機體價格從去年就一直漲。如果最近才開始關注電腦的玩家，絕對想不到我這組 64GB 的烈焰槍原本價格不到8000，SSD 漲幅也蠻誇張的。我這組 GM 期間 2TB， 從當初的2980元到現在的10090元，價格也是翻了3倍。顯卡雖然沒有這麼誇張，但以這張華碩的 RTX 5060 Ti 來說，將近4000塊的漲幅也是相當的讓人吃不消。CPU 的情況則是相當詭異，以 9700X 來說，現在京東的價格只要1689人民幣，換成台幣只要7800多塊，比我當初京東買的價錢便宜。但台灣零售價又是另外一種狀況，9700X 已經漲到了11450台幣，比我當初京東買的價錢還要貴2000多。果然台灣有台灣的玩法，但即使零件這麼貴，還是會有些人有組電腦的需求。加上未來如果遇到 AI 泡沫，零件的價格還是有機會掉的。所以這部影片我也會盡量做得詳細一點，給大家未來有個參考。那我們先來開箱 970X 吧。是說真的，好久沒有玩新 CPU 了，不知道 970X 會帶給我什麼樣的驚喜。規格部分， 970X 是使用台積電4奈米的 Zen 5架構。核心數量跟 7700MPK 還有 9800X3D 都是8核16序，最大的不同就是最大超頻時脈可以到 5.5 GHz， 是我目前用過時脈最高的 CPU。不過 L3 快取就比較一般，只有32 MB。接下來介紹一下測試零件。之前測試的機體我都是拿主力電腦的知奇烈焰槍 CL28 6000 64GB 的套組，每次測試都要拔起來換機體，確實有點浪費時間。剛好最近金百達想要推廣他們家的機體，問教徒有沒有機會合作，他們非常大方的提供百刃系列 CL28 6000頻率的機體套組，來當我未來測試用的專屬機體。我們先來做個簡單的開箱吧。白色散熱片有大大的刃字，就是他們的百刃系列，非常的淺顯易懂。散熱片厚度來到2mm， 相比之前的烈焰槍有稍微厚那麼一點，相信散熱是沒問題的。上方的 RGB 導光條中間印有金百達的 logo， 至於導光效果如何，等等上機就會知道了。另外這組百刃套組也是使用海力士的 A 帶顆粒，而且別看這組跟烈焰槍時序都是 CL28， 它使用的是體質比較好的海力士 A 帶。電壓可以在 1.45 伏中穩定運作。eXPO 時序裡的 TRCD 跟 TRP 參數都比烈焰槍好上一點。等一下測試也會看一下這兩個之間到底差在哪邊。那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組裝吧。老樣子 ，CPU 防呆要對準主機板的三角形，可別弄錯了。然後這次不塗散熱膏，改用京東買的石墨烯導熱片。據官方所說，導熱係數來到了130瓦，而且他們最強的賣點就是不用再塗散熱膏了，裝上去直接使用，也不用擔心乾掉。換 CPU 的時候還可以重複利用。那它什麼都好，就是有點小貴，光這一片就要台幣400多塊。但想到之後不用再清散熱膏，還可以一直用，這錢花得值得。接下來裝上金百達的百刃機體，裝上5060 Ti。開機點亮，那近看金百達機體的 RGB 導光效果也是相當的自然，沒有亮度不均，而且發光面積還挺多的。那這邊就是這次測試平台的全部零件，提供給大家參考。CPU 使用 970X， 使用 SE226XT Black 6熱管塔扇。主機板使用華碩的 TUF B850 Plus WiFi。機體就是使用這次金百達提供的百刃 CL28 6000頻率 32GB 的套組，顯卡使用華碩的 Dell RTX 5060 Ti 16GB， 遊戲碟使用金百達的刃 KP270 1TB， 跟之前買的宏基 GM 7000 2TB。
那這次的 9700X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各大板廠之前有透過更新 BIOS 的方式，解鎖了 9600X 跟 9700X 的功耗限制，從65瓦提升到了105瓦。那對性能提升有什麼影響呢？我們先來跑個 R23 基本測試。可以發現解鎖功耗後，多核成績來到22883分，相比解鎖前的19926分，提升了大約14%的效能。但代價就是对散热有更高的要求，解鎖後溫度直接飆到90度以上，前後相差了30多度。一般的6熱管塔扇已經快壓不住了。不過實際玩遊戲溫度並不會飆這麼高，遊戲性能提升也很微妙。像是 CS2， 大部分時間兩邊幀數看起來幾乎沒有差異，一趴肉幀表現也差不多。建議工作上有特別注重 CPU 效能再開就好。遊戲部分的話，就看個人想法跟散熱器夠不夠力，可開可不開。再來是金百達記憶體愛達60跑分，使用的是華碩 BIOS ESP Tweak 記憶體設定檔，看得出來金百達這組表現，不管是讀取還是各方面成績，確實都比我之前的知棋烈焰槍還要更好，尤其是延遲只剩下 63.9 奈秒，這是我碰過所有 DDR5 記憶體裡面延遲最低的。那因為這次換了記憶體，加上不少遊戲這段時間有些改版或者是優化，我決定再把7700跟 9800X3D 拿出來重新測試，給大家最新的參考資料。那測試的第一個遊戲就是現在最熱門的《地平線6》。身為中途加入地平線的玩家，我曾經在4代的英國鄉間小路跟5代的墨西哥荒野狂飆，那種不受賽道限制的感覺真的是爽。所以這次6代我也入手了，並且這次舞台終於來到日本。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日本風景的，不管是地圖裡面的古都、櫻花，還是愜意的田園風景，都能感受到滿滿的日本特色。測試環境預設開啟極高畫質，不開光追，不開 DLSS。先來看 1080P， 這時候5060 鈦 16GB 已經滿載， 970X 幀數跟其他2顆 CPU 相當的接近，3顆 CPU 的平均幀數都在110幀上下，1%也都是在80多幀，所以地平線6在零件購買上，提升顯卡會比 CPU 來得重要。CPU 可以選擇比較低階一點的7700，剩下的預算拿去補強顯卡。2K 畫質下的幀數，當然3顆 CPU 也是相差不大，不管是7700、9700X 還是 9800X3D， 都能在5060鈦中維持80到90幀的表現，4K 則是都是維持在60幀附近。至於《魔物獵人荒野》，經過前陣子的大改版，遊戲效能已經好了許多了，不會像之前動不動就出現卡頓或閃退。這次就來看看 9700X 跟其他2顆 CPU 在優化後的荒野表現如何吧。那這邊是這次的設定，畫質最高，不開 DLSS， 然後再把體積物設到最低，打的是巨棘龍，是我目前認為最吃效能的關卡。這邊我們先吃個貓飯，有個公平的對比，看一下幀數如何。在 1080P 底下，這3顆 CPU 幀數也是沒有什麼差異，遊戲幀數能穩定在70多幀以上，這也代表在荒野中顯卡還是比 CPU 來的重要。2K 畫質也是先吃個貓飯。2K 部分3顆 CPU 也是能穩定在50多幀，1%落幀也是沒有什麼差異。4K 畫質的貓飯。4K 則是都維持30幀附近，以荒野來說，顯卡還是比較重要的。接下來 CS2 部分，這邊畫質開最高，結果 1080P 又遇到顯卡瓶頸，幀數都在270、280幀附近。
2K 部分平均幀數則是在170、180幀附近，3顆 CPU 也是差異不大。4K 更不用說，基本上這3顆 CPU 都有80幀以上的平均幀。瓦羅蘭部分畫質開高品質，1080P 這邊就能看出這3顆 CPU 的差異了。970X 幀數非常的剛好卡在7700跟 9800X3D 之間，雖然離 9800X3D 還有一大段距離，但跟7700比確實好上了不少。平均幀數最高可以差到100幀，在不卡顯卡瓶頸的情況下，970X 玩瓦羅蘭確實對比7700有不少優勢。2K 也是一樣的情況，970X 剛好就是卡在這2顆 CPU 之間，平均幀數有700，1% 落幀也是在400幀附近。那 4K 遇到顯卡瓶頸的情況下，決定幀數的就是地圖場景的差異跟玩家之間的互動。那基本上這3顆 CPU 在5060 Ti 中幀數大致都在400幀以上。再來明朝特效開最高，不開 DLSS。在 1080P 畫質不卡顯卡瓶頸情況下， CPU 差異其實也蠻明顯的，主要就是 9700X 幀數可以破100幀，幀數最大能接近120幀的上限。雖然不像 9800X3D 能全程跑滿120，但相比7700還在80-90幀附近徘徊，還是好上了不少。2K 部分 970X 跟 9800X3D 也是跟7700大開不少的差距，不過因為顯卡瓶頸，這2顆 CPU 幀數差異不大。但 980X3D 的大快取優勢還是在1% 落幀比 970X 高上那麼一些。4K 部分因為都遇到了顯卡瓶頸，幀數也就都沒有什麼差異了。3顆 CPU 基本都在60幀附近徘徊。燕雲16升部分特效開極致，不開即時太陽光，也不開 DLSS。以受歡迎的武俠大作來說，燕雲16升畫面相當的棒，但對顯卡來說就不友善了，因為遇到顯卡瓶頸的關係。1080P 畫質下7700、970X 跟 9800X3D 幀數表現都是差不多的，平均幀數100出頭，但 9800X3D 會略高一些。2K 則是掉到70-80幀，4K 則是更慘，連60幀都不到。再來是劍心，畫質也都是開到最高。那 1080P 開 DLSS 品質下 970X 幀數表現也是在7700跟 9800X3D 之間，平均幀數可以突破200幀，顯卡利用率接近 100%， 表現相當不錯。再來 2K 開啟 DLSS 平衡模式，7700的1% 落幀數最低， 970X 跟 9800X3D 則是有來有往，幀數差不了多少。看起來高頻率 CPU 在劍心也能吃到一點優勢。4K 開啟 DLSS 效能下，幀數也都是沒什麼差異，主要還是顯卡瓶頸。最後是幻獸帕魯，特效開最高。作為我手中 CPU 壓力測試的大魔王，970X 幀數也只是比7700好上幾十幀而已，平均幀80多幀。而 980X3D 則是依靠大快取的優勢，順利跑滿120幀。2K 部分 970X 也是比7700好上10幾、20幾幀。4K 部分因為遇到顯卡瓶頸，這3顆 CPU 表現都差不多，大概在40、50幀附近。不過1% 落幀 980X3D 還是大幅領先7700跟 970X。最後呢 970X 這顆 CPU 我認為會比較適合以下2種人。第一種是有生產力需求的用戶，970X 憑着相當高的時脈，加上解鎖功耗的效能提升，能在一些比較吃 CPU 的工作上，比 980X3D 有更大的優勢。第二種就是預算吃緊，不想買 980X3D FPS 玩家的另一個選擇，像是瓦羅蘭，970X 比7700好上不少，在某些 3A 大作中也跟 980X3D 有來有往，例如劍心。那如果平常喜歡玩一些 3A 大作，並且對畫質有追求的玩家，我反而會推薦7700，把多餘的預算拿去升級顯卡，因為在高解析度中，最先遇到瓶頸的通常是顯卡，而不是 CPU。這也是我測試 CPU 時總是把畫質開到最高的原因，
因為很多遊戲其實在 1080p 畫質就能把我這張5060 Ti 吃滿，如果組完電腦才發現問題在顯卡，那我就尷尬了。像這次的地平線6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1080p 畫質開極高，甚至還沒有開光追，顯卡就已經吃滿了，3顆 CPU 幀數表現都差不多。所以 CPU 購買上一定要先確認好，玩的遊戲是比較着重於 CPU 還是顯卡。那這次開箱影片就到這邊啦，希望這部影片能幫助到大家未來組電腦。接下來就是等暑假的 7700X3D 了吧？我真的蠻好奇，在 7800X3D 現在不到1萬塊的情況下，7700X3D 建議零售價為$329，換算成台幣要1萬多塊，比 7800X3D 還要貴。不知道台灣零售商會開價多少錢，希望別太狠。再接下來就是等明年的 Intel Noma Lite， 聽說他們這次準備比 AMD 更多快取的型號準備應戰。我只希望他們別再翻車啦。尤其是這次的 Ultra 7 265K 首發遊戲效能比我之前的 5700X3D 還差時，我就對他們放出的任何消息都抱着一個大大的問號。硬體這東西還是要實際測試才說得準。我是教徒，我們下次見，拜拜。